我少林寺鉴察千年，72绝技的典籍在此阁中，门人弟子可随意翻阅。可古往今来，为何只有达摩祖师一人身兼诸门绝技？这是宝刹内部的事情，外人如何得知呢？本寺72项绝技，每项都凶狠凌厉，均需有相应的慈悲佛法为之化解。只有佛法越高，慈悲之念越盛，武功绝技才能练得越多。但能修到如此境界的高僧，却又不求习多学这些凌厉的杀人法门，在我少林派那便叫做武学障，与别宗别派的知见障道理相同。本寺之中自然也有人佛法修为不足，却要强学上乘武功的，但练将下去，不是走火入魔，便是内伤难愈。本寺玄成大师一身超凡绝俗的武学修为，一夜之间筋脉俱断，成为废人，便是为此了。看来少林寺是无人了，竟找来这个扫地的老僧，在这里胡言乱语，妖言惑众。你当我鸠摩智是3岁小孩容易哄骗吗？你说少林寺72绝学不可尽学，那我为何学会了？我为何没有经脉齐断，成为废人？大师所练的是逍遥派的小无相功吧？以此为根基，本寺的72项绝技倒也可练，只不过细微之处不免有点似是而非吧。明王若是只修72项绝技使用之法，一时还不至于危及本源。可是明王此刻成气学上色现朱红，闻香学上隐隐有紫气透出，显明王在练过少林72项绝技之后，又去强练本寺内功易筋经。萧居士，您近来小腹上梁门、太乙两穴，可感到隐隐疼痛吗？关元穴上的麻木，近来却又如何呀？神僧明鉴，关元穴麻木之处，10年前只有小指般大小，而如今却有碗口般大。神僧既知家父病根，还请慈悲解救。萧施主宅心仁厚，不肯以私仇而伤害宋辽军民，如此大仁大义，不论有何吩咐，老衲无有不从啊。谢神僧。萧老施主之伤，是因练少林派武功而起，欲觅化解之道，便须从佛法中去寻。慕容老施主视死如归，自不许老衲多言。但杨白、连拳、风府3处穴道上，每日的万针攒刺之苦，你可知何解呀？爹，青山不改，绿水长流。今日我们暂且别过，如果2位想找我们父子报仇，我们在姑苏燕子坞恭候大驾。你想走，没那么容易。那就接萧兄的高招便是。
佛，佛门善地，两位施主不可妄动无名啊！在下蛮荒匹夫，草野之辈，冒犯了，还恳请神僧医治家父之伤。老衲已经说过，要化解萧老施主的内伤，需从佛法中寻求。我问萧老施主一句话：倘若你有治伤的能耐，那慕容老施主的内伤，你肯不肯替他医治？这慕容老贼，杀我爱妻，毁我一生，我恨不得将他碎尸万段，又怎会帮他医治？你如不见慕容老施主死于非命，难消心头之恨吗？不错，老夫这30多年昼思夜想的，便只有这一桩血海深仇。那倒容易。现在慕容老施主死了，萧老施主这口气可平了吧？爹，我的仇人死了，那我该去哪儿？我要回我的大辽国，我还是到雁门关山外隐居，我还是带凤儿去浪迹江湖。这是为什么？这些都是为了什么？萧老施主，你要去哪里？这就请便吧。我已经无处可去。慕容老施主是我打死的，你未能亲手报此大仇，是以心有余憾，是也不是？没有，就算你不打死他，我也不会去杀他。可慕容少侠要寻老衲报仇，这如何是好？神僧是代我出手，如果慕容少侠要报杀父之仇，那就冲着我来吧。他取了我的性命也好。凤儿，你回大辽去吧，咱们的事情办完了，我在江湖上也没什么牵挂了。慕容少侠倘若打死了你，你儿子势必又杀慕容少侠为你报仇，如此冤冤相报，何时方了？不如天下的罪业都归我吧。住手！
老君的功夫，降龙十八掌果然是天下第一。是时候该走了。别走！放开我爹！我提着他们奔走一会儿，活血脉。为何为已死之人活血脉？他们内伤太重，须得先令他们做归西状态，再图解救。难道我爹没死？你干什么？你二人由生到死，由死到生的走了一遍，心中还有什么放不下的？倘若适才就此死去，还有什么复兴大燕报妻仇的念头啊？弟子枉在少林寺待了30年，心中却无半点慈悲，请师父收录。你杀妻之仇不想报了？弟子平生杀人数百，如果我所杀之人的家属都来找我寻仇报仇的话，那恐怕弟子虽死100次，亦自不足。好，那你呢？庶民如尘土，帝王亦如尘土。
父行大言是空，不负亦空。大彻大悟，善哉善哉！求师父收为弟子，更加开导。你们想出家为僧，需求少林寺中的大师替你们剃度。我有几句话不妨跟你们说：观心空亡，玄妙难测，无形无相，有大神力。是心是佛，是佛是心，念念佛心，佛心念佛。欲得早成，戒心自律。心明识佛，小了识心。离心非佛，离佛非心。非佛莫测，无所堪忍。山僧，请允我与我爹再见一面。萧施主，令尊已在本寺出家为僧，今后一心向佛参禅。我爹年事已高，今若不愿与我相见，只怕日后难再重逢。他要转告施主，他尘缘已了，心得解脱，愿施主勿以为念。萧施主在大辽为官，只盼宋辽永息干戈。辽帝若有亲宋之意，请萧施主发慈悲心肠，眷顾两国千万生灵啊！阿弥陀佛。谢神僧。是来找萧老前辈的吧？他尘缘已了，已再次出家为僧。我将丁春秋交给戒律院了，他们每年会给他解药，来延缓生死符对他造成的苦痛。丁春秋余生会在少林寺里度过。我从小在少林寺长大，我想一辈子都待在少林寺。但是我被少林寺的师叔祖赶出来了。